谁这么大胆，敢在陛下面前穿斗篷？那人是武才人。不过，此次陛下的卦象确实十分凶险，幸亏武才人心诚，削发愿皈依佛门，并献出鲜血做药引，我才能炼出灵丹，尽现无慌。求陛下恩准媚娘出家感业寺，为了陛下，为了大唐，媚娘甘愿遵守誓言，从此遁入空门，了却红尘前世，斩断荣华富贵，只求大唐能够千秋万代，陛下能够福延百年。一入空门深似海，媚娘剃度为尼，此后就了却了红尘的所有羁绊。别说做女皇，就连做一个平凡的女人都不能够了。媚娘，你还如此年轻，以后余生要与青灯古佛为伴，你当真不后悔？媚娘自行剃度，便是为了向陛下明志。媚娘此生能为陛下而活，为大唐而活，幸甚至至，绝无后悔。好，从今日起，媚娘你就在你的咸池殿内闭门修行，为朕祈福，为大唐祈福。至于感业寺，玄灵先生不是说朕还有几十年阳寿吗？等朕100年之后，你再去不迟。臣妾领旨谢恩。好个武媚娘，居然让你想到这样的保命之法！哼，就算你暂时保住性命又如何？只要我坐上皇位，一样要你死。我们走吧。怎么会这样？伍子子剃度出家，这辈子不就毁了吗？我该怎么帮他？能怎么帮他？什么人？你们在做什么？开门！开门！放我出去！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阿斌，我看见你了，你快开门！小豆子，如果今日你再赢得了比赛，你不光会让七娘跟着你倒霉，就连我也会跟着你倒霉。咱们整个少妇局的人都会跟着你倒霉的。卓大家是什么人，你也不想想，你让他丢了这么大的颜面，他肯定不会放过你的。你放心，比赛一结束，我就会放你出来。我这也是为了你好。你，阿斌，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快把门打开！开门！别走啊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贤弟，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？什么也没听见。一定是我太忧心流离了，所以才会这样疑神疑鬼的。没事，我们走吧。
林上福，小豆子怎么还不来？两位太妃，这小豆子本是不入院的防疫医官，身份低微，做事从来就没有个规矩。如今林上福抬举他，给他开了个先例，准他越级于我比试。可谁想到这小豆子却愈发的张狂起来，居然敢藐视两位太妃，让您二位等他，这成何体统？依我看，不如取消他的比试资格，以示惩戒。林上福，你怎么看？取消小豆子的比赛资格是个好办法，只是如此一来，我怕卓大家反而吃了亏。哦，此话怎讲？卓大家本应该靠技艺取胜，如果不战而胜，定会有人议论他胜之不武。此话有理。卓大家，你觉得呢？奴婢听凭两位太妃裁夺。那便赶紧叫人去催一催。七娘这就去催。慢着，阿碧腿脚快，还是阿碧去吧。是。来人呐！谁来帮帮我？谁来帮帮我？快开门呐！求求你们了，快救我出去！救我出去！阿碧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？小豆子呢？回上府，我去找了，但是没找到。这小豆子也太不像话了，不成体统。我看八成是这小豆子怕输，所以干脆躲起来，不来了。小豆子弃赛，这场比试应当裁定卓大家获胜。谢两位太妃明断。比赛3局2胜，2场比试已经结束。林上福，是否输赢已分啊？回太妃，第一场比试的结果，赢的是小豆子。现在的赛况是1比1平局，若想分出个胜负高下，还得比完第3局才行。那块精美绝伦的朝霞红披帛，竟是小豆子染出的？正是。都说那块朝霞红披帛定是出自卓大家之手，看来竟然是我们走眼了。真是没想到啊，小豆子小小年纪竟有如此造诣。如此看来，我倒是真期待这第3场比试了。请两位太妃为第3局比试出题。第3场就比绣龙袍。又是绣龙袍，这也太难了吧！绣龙袍。小豆子既然实力不俗，那他今日不来，便不像是怯场怕输的缘故。林上福，你好好问清楚，若还有下一回，那可就要治他的罪了。是，回头你找到小豆子，带着卓大家和小豆子制作的裙衫拿来给我们瞧瞧。我这心里呀，倒是好奇得很呢。是。恭送太妃。
小豆子资历浅，从未绣过龙袍，这题出的不公平。你该不会是跟小豆子一伙的吧？小豆子如果能逆袭上位，那咱们以后都有机会一步登天了。媚娘是来向殿下道别的。自明日起，媚娘便要奉旨在咸池殿闭关修行，不再过问红尘俗事。听高总管说，陛下的病情已经大有好转，武才人何必着急停止修行？玄灵先生的丹药，只是能让陛下在短时期内提升体力，振奋精神。病情看似好转，实则不能治其根本。说句大不敬的话，陛下的病，怕是神仙下凡也无力回天了。一旦陛下病情复发，媚娘怕是性命都难保。殿下，媚娘此去闭关修行，最担心的还是殿下。媚娘担心殿下的处境会越发危险。陛下阳寿不多，曹王一定会想方设法地阻挠太子殿下顺利继位。殿下一定要小心，保全自己，千万不能让曹王得逞啊！你都到了这般田地，竟然还在担心我的安危。武才人大好年华，却要削发为尼，遁入空门吗？殿下并无需自责，媚娘能得裴行俭指点，保住性命，实属万幸。况且，媚娘没能为陛下诞下子嗣，削发为尼是早晚的事。等陛下100年之后，媚娘终归还是要去感业寺的。我李治有朝一日若能登上皇位，一定把你从感业寺接回来。此话当真？当真。能听到太子殿下的这句话，媚娘此生算是没有白活一回，足矣。子子，武才人真的要闭门修行了吗？你来的正好，我正要去上府去找你。
你真的剃度了呀？从今往后，你又可以叫我吴子姿了。吴子姿，我不要你剃度。你若被锁在这仙池殿内，再不问世事，我在这宫里就更孤单了。那琉璃，你有没有想过来这儿陪我？来这儿？对，来这仙池殿，从此远离深宫中的纷扰，再也不用担心有人加害于你。我这次是奉旨闭关修行，想要个人来还是办得到的。从今往后，这仙池殿便是与世隔绝的净土了。等找个机会，我就给你送出宫去，从此天高海阔，自由自在的过生活，再也不用担心有人要加害于你了。吴子姿遭此劫难，却还处处为我筹谋打算，琉璃感恩在心。只是阿娘的金针就在眼前，我不能一走了之。我要打败卓锦娘，夺回阿娘的天下第一针，为阿娘翻案，为阿娘报仇。琉璃，这一次是你能出宫的唯一机会，你要想清楚。实不相瞒，削发为尼，与青灯古佛相伴，也不是我本意，只是我必须要这么做，才能保住性命。琉璃，就算你赢了卓锦娘又如何？想替你阿娘翻案，不是赢了卓锦娘就能办到的。吴子姿，我若逃出宫去，便只能憋屈地活着。当年，阿娘何尝不是这样委曲求全地离开皇宫，隐姓埋名，只求过上平常人的普通生活。可结果呢？树欲静而风不止。阿娘即便逃出皇宫，也未能逃过被陷害的命运。因此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：只有对坏人发起挑战，将其打败，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。我不仅是为阿娘报仇，我还要为民除害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便在这仙池殿，日日为你祈祷。你要好生珍重，我们也只能有缘再见了。这个荷包是我亲手修的，里面放了几味药材，芳香避秽，醒神开窍，送给吴子姿做个念想。这是平安二字修成的福字，还是你最心灵手巧。想我一步走到今天，所求的不过也就是这平安二字了。平安是福，活着是福。吴子姿是琉璃的救命恩人，大恩大德，琉璃会永远铭记在心。愿子姿平安，愿琉璃日后还能再与子姿相见。换身边笃定的一落，沿途太多是非颠簸，越弯越是深刻，分分合合虚幻的多像人生中匆忙过客，世界
卓大家这件裙衫华美繁复，令人眼花缭乱，却是呕心沥血之作。可不知为何，小豆子这件素裙却更合我心意。没想到朝霞红披帛也能搭配出这般清新雅致的气质来。若是穿上这身裙衫，必将受万人瞩目，同时又衬托出穿衣之人的内敛之美。相比卓大家这身繁花似锦，小豆子确实棋高一招。怎么会这样？小豆子日以继夜地赶制裙衫，结果却4两拨千斤。难道他是在做戏给我看，故意引我犯错？小豆子，今日你为何缺席了比试，又为何寻你不着？还不赶紧向2位太妃禀明原委？两位太妃所出之题看似简单，实则十分考验制衣之人的巧思。小豆子费尽心思，才想到这条素裙配上红色披帛的法子。唯有如此，才不致喧宾夺主，有主有次，有张有弛，浓淡总相宜，适合贵人们日常的穿着之用。谁让你说这些了？2位太妃亲临上福局主持比试，是我们上福局莫大的荣光。可是这小豆子竟敢藐视2位太妃，擅自缺席比试，这……小豆子如果讲出被反锁起屋的事，不知太妃会信他还是信我。无论如何，千万不能在此时心虚，输了阵仗。这场比试我已经输了，若是说出阿碧将我反锁在寝屋的事，卓锦娘照样可以撇清干系，而我口说无凭，非但不能讨回公道，或许还会有诬陷卓锦娘的嫌疑。回禀2位太妃，我深知考题的难度，所以几易其稿，直到昨日午夜才想到这个主意。我连夜赶制这条裙衫，不想竟操劳过度，在赶往比试的路途晕倒了。只因地处偏僻，无人发现，所以才耽误了比试。满口胡言！昨夜他明明早就已经……卓大家，我相信小豆子说的是实话。若非如此，他没有理由放弃比试，将这即将到手的胜利拱手与人。既如此，也算是情有可原。如今，你们俩各胜一场，暂时打平。接下来就好好各自准备，在绣制龙袍上一决胜负吧。是。那块精美绝伦的朝霞红披帛，竟是小豆子染出的。都说那块朝霞红披帛是出自卓大家之手，看来竟然是我们走眼了。真是没想到啊，小豆子小小年纪竟有如此造诣。如此看来，我倒是真期待这第3场比试了。相比卓大家这身繁花似锦，小豆子确实棋高一招。卓大家，哎，来，快！哎呀，赶紧把我这只龙爪子给我拆了！师傅，这龙爪绣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拆啊？好，我每次问你绣得好不好，你只会说好，害得我一时大意，让这小豆子钻了空子。这次我一定要精益求精，绣制出完美的龙袍。
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给我拆呀！是。小豆子在哪里质疑？你打探出来了没有？听说林少府刚刚为他安排了一间绣房。什么？他是什么身份呢？凭什么给他配置单独的绣房？难道他是想跟我平起平坐吗？子子在人前还是不要与我太亲近，免得遭到牵连。就他，这行吗？喂，你们说他们两个谁会赢啊？要我说啊，其实小豆子能赢也不错。这是什么阵法？竟可以将苍龙修制得如此栩栩如生，威猛刚劲。这阵法为何我从来未曾见过？照这样下去，我必输无疑。不行，我不能输，我输不起。天下第一阵，必须是我卓锦娘。新娘子子，子子，你是不是和卓大家和好了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这几日不见卓大家的行踪，他什么都不告诉我。莫非是子子怕我抢了你的风头，所以才在卓大家面前说我坏话不成？这么说，你也2日没有见到师傅了？这几日不仅没有见到卓大家，就连小豆子也不曾见到。你可知道小豆子在哪儿？哎，七娘子子诸事操劳，像素饭这种活，还是交给我去做吧。只是不知道师傅在哪儿，我去给他送去。那就有劳你了。哎，七娘子子，你还没有告诉我卓大家在哪儿呢。我也不知道师傅在哪儿，你里里外外的好好找找，
我都已经找了2天了，师傅既然这么看重你，那你就好好的侍候他吧。啊！七娘肯定知道卓大家在哪儿，她就是怕我抢了她的位置，才故意排挤我。别指望着有人救你。这密室除了我，再无第2个人知道。你已经在这儿2日了，可曾听到有一丁点儿其他的动静？哼，我劝你最好放聪明点儿。如果不想死在这儿，就乖乖的把龙袍给我绣完。哎，卓大家，你让我当着你的面绣龙袍，不就是想学我的技艺吗？是又怎样？你死到临头了，还敢逞口舌之快？明知技不如人，就该痛痛快快的愿赌服输。哪有你这样厚颜无耻的？堂堂上福局大家，输了不认账，还指望着从手下人身上偷学技艺，我都替你臊得慌。哼，技不如人又如何？在这皇宫里，从来不用技艺高低论输赢。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师父安氏吧？他的制衣技艺天下无双，精湛绝伦。可是到头来又能怎样呢？掌管上福局的人是我，获得天下第1针美玉的人还会是我。而安氏在众人的心目中，不过是一个死有余辜的谋逆重犯。时至今日，你倒是说说，是我师父赢了，还是我赢了？啊？卓锦娘，即便到了今时今日，你与我的输赢仍未见分晓，你笑得未免太早了些。小豆子，我再最后问你一次，这龙袍你是绣还是不绣？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我绣。当真？不过我这个人有个毛病，你是知道的。这手上功夫的好坏，全凭这嘴巴和肚子的心情而定。只有吃饱了、吃好了，绣活才能做得漂亮。所以啊，我要吃羊排、炖鸡、桂花糕。总之啊，那些好吃的你通通给我拿来，一样都不许少。行，这有何难？还有，我做活的时候最烦旁边有人打扰，只许你在边上安安静静的学。这针法容易得很，只要脑子不笨，在边上看着都能学会。哼。
长恨着归无觅处，不知转如此中来。小豆子的祈愿神态，原来是这般相似。孟非，孟非，不可能，绝无可能！一定是我太在意“天下第一针”这个名号，才会神情恍惚，以致出现了错觉。回禀杨妃，陛下的脉象有表无里，阳气离散，脏腑精气早已大亏，恕卑职医术不精，无力回天。一群废物，都给我滚！武媚娘给陛下进献的灵丹呢？